1月25号，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也叫 JAXA 举行新闻发布会，透露了更多有关智能月球探测器 SLAM 登陆月球的情况。那么 JAXA 的这次 SLAM 任务进行的到底怎么样呢？任务目标是否达成？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札记，今天我就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已经公布的 SLAM 登陆月球以后的一些情况。日本时间1月20号凌晨0点20分 ，JAXA 的智能月球探测器 SLAM 准备在月球表面软着陆。当时我还对 SLAM 的这次着陆进行了直播，不过当时的直播画面显示，在 SLAM 抵达月球后很久 ，JAXA 都没有给出 SLAM 软着陆是否成功的信息。在等待了将近2个小时之后 ，JAXA 才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确认 SLAM 登陆器成功登陆月球表面，并与地面建立了联系。日本成为继前苏联、美国、中国、印度之后第5个在月球表面软着陆的国家。但是 JAXA 也透露，探测器的太阳能电池出现了问题，目前为止还没有开始发电。为了节省电力，登陆器只能以低电量模式运行。后来我们从不同渠道了解到，造成 SLAM 上的太阳能电池不能发电的原因，是因为 SLAM 的着陆后的姿态和原先预计的不符，太阳能电池板没有朝向太阳的方向。关于这一点，我会在节目的后半部分进行介绍。这次 SLAM 的任务主要有2个目标，第一就是要在月球表面实现软着陆，这个目标已经在着陆器抵达月球表面2个小时之后得到了确认。第2个目标就是要求实际着陆点与预计着陆点的偏差不大于100米，也就是在月球表面高精度的着陆。另外，这次任务除了有着陆器本体以外，还有2个超小型的月球游览车 LAV-1 和 LAV-2。就像屏幕上显示的那样，在着陆器触及月球表面之前， LAV-1 和 LAV-2 就会被释放到月球表面。从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 LAV-1 的运动方式非常独特，它将以跳跃的方式在月球表面运动。它的重量大约是 2.1 公斤，带有宽视场的可见光相机，同时还带有 S 频段和 UHF 频段的通讯设备，而这些通讯设备可以直接对地通信。正是这个可以直接对地通信的功能，后来起了重大的作用。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LAV-1 为什么要以跳跃的方式运动，又为什么要携带相机，并且能够直接和地球进行通讯呢？其实这是因为后续的阿特米斯任务中， LAV-1 的后继者将使用这种运动方式跳到月球的火山口和熔岩管里面，为人类在月球上寻找水源。 LAV-2 有的时候也被称为 Sora Q， 而这已经是第2个 Sora Q 了。第1个装在日本私人航天公司 iSpace 的白兔号月球着陆器上，原计划去年4月在月球表面软着陆，不过白兔号最终没有成功，而是坠毁在了月球的表面， Sora Q 也就和白兔号一起坠毁了。这一次 Sora Q 又化身 LAV-2 参与了 SLAM 任务，并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它向我们传回了 SLAM 着陆后的照片。大家在屏幕上现在看到的就是 LAV-2 原型机运动时候的样子。它的质量只有250克，处于折叠状态的时候，大小和一个棒球差不多。安装有2台小型相机，可以连续工作2个小时。LAV-2 主要负责对 SLAM 和周围的环境进行拍摄，所拍摄的照片原本是要由 SLAM 发回地球的，但由于太阳能电池的问题， SLAM 在着陆后不久就停止了向地面发送数据，此后就一直处于低电量的运行状态。 LAV-2 只能通过能够直接和地球通讯的 LAV-1 向地面发送信息。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画面就是 LAV-2 拍摄的 SLAM 着陆器在月球表面的画面。 LAV-2 拍摄完画面之后，就将画面传给 LAV-1， 再由 LAV-1 将画面传给地球，所以我们在这里才能够看到它。从这张 SLAM 的照片，我们不难地看出 SLAM 的主喷管指向了斜上方，而按照原来的计划， SLAM 的主喷管应该是与月球表面基本平行的。正是这个与原先设计不同的着陆姿态，使得着陆器背上的太阳能电池直到现在还是不能发电。
看来 JAXA 只能等到几天以后太阳转到另外一侧的时候，再试试太阳能电池板是否能够发电。希望在此之前，太阳能电池不要因为长期处于月球白天超过100摄氏度的高温环境而提前损坏。在了解了 SLAM 的基本状况之后，我们就来看看这次 SLAM 任务最主要的目标，在月球表面实现偏差不大于100米的精确着陆的这个目标是否达成了。在节目一开始，我提到的 JAXA 的新闻发布会，主要就是要向大家介绍这个情况。JAXA 通过对 SLAM 关机前发回信息的分析确认， SLAM 着陆点位于原定着陆点以东55米的地方，满足偏差不大于100米的要求。这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着陆精度。与之相对比，嫦娥3号的位置偏差是600米，嫦娥4号的位置偏差是1000米量级，嫦娥5号的位置偏差是2330米，而印度的月船3号的位置偏差大约是360米。如此看来， SLAM 的主要任务都已经达成了。不过，除了主要任务之外， SLAM 还承担有次要任务，就是用搭载的特殊摄像头分析月球矿物橄榄石，以此展开月球起源的研究。这是 SLAM 的首选次要任务，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除非几天后当太阳运动到合适的位置的时候， SLAM 上的太阳能电池板能够工作，否则这个任务恐怕就是无法完成了。尽管不是尽如人意，但作为日本第一个在月球实现软着陆的航天器，主要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SLAM 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将着陆偏差控制在100米以内，这表明日本基于图像识别和地形匹配技术的控制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在其他星球上实现精确着陆的技术，必将使日本在未来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开展航天领域合作的时候占据有利的位置。哪一项外星的探测和开发不需要这种精确的着陆技术呢？像日本、韩国、荷兰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总能够在各个产业链中寻找到一些关键点，展开深入的研究，力争掌握核心的技术。而一旦掌握核心技术，就会使自己在这条产业链中获得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能卡脖子的手就是这样练成的。早在嫦娥4号之前，就曾有人提出让嫦娥4号降落在嫦娥3号旁边，这样以嫦娥3号为基准，验证月球精确着陆技术。但最后嫦娥4号却把着陆的目标点选择在了月球的背面，成为第一个在月球背面实现软着陆的航天器，又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引得无数的掌声和喝彩。但从着陆技术上来讲，却没有本质性的提高。现在嫦娥6号即将启程，准备做第一个从月球背面取样返回的航天器。中国恐怕最快也要等到嫦娥7号才有机会测试在外星的精确着陆技术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